我想把这个破破烂烂的工作室先清空，搬来的时候就嫌这丑，烂掉渣的墙，格子间吊顶，可以踢的踢脚线，还有电梯同款的地面。当时觉得装修很难，凑合搬进来了，结果就是每天都在抱怨环境不好。小时候就想，未来我一定要有个精致的房子，我可以在里面做手工，画个画，跟朋友小聚，一个人的时候就赖床看电影。可我忽略了理想的生活是需要每天积累的，不是单纯幻想就会实现。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。如果你也有想做的事儿，那就从现在开始吧。其实挺忐忑的，作为曾经的手工博主，我打算自己设计自己装修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。今天一大早就来工作室了，这2天已经设计好了改造方案，简单拆拆就可以开工。我打算能自己干的都自己干，虽然在梯子上有点害怕，但是心里很兴奋，因为拆的过程就感觉在向过去告别，把讨厌的全都清走，然后把这儿变成喜欢的样子。我是真的很爱做手工，也喜欢动手干活。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活又脏又累，但我还挺享受的。全拆完了，材料也到了，板子电梯进不去，只能在楼下裁。干到一半的时候下起了暴雨，又搬进大厅继续裁。师傅一直感叹，幸好怕水的板已经裁完了，裁完已经7点多了。师傅一下搬4张板，板子很沉，我搬1张还得慢慢蹭的。虽然搬运费都算在工费里了，但一个人搬真太费劲。唉，谁又不是在生活的泥沼里努力向上呢？收工准备回家，在画图。恢复更新之后，收到了很多评论和私信，真的特别感动。我以前只是个做手机壳的，可你们会那么认真的安慰我、鼓励我。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以后到底要做啥，但我很期待在漂亮的工作室里做漂亮的手工给漂亮的你们看。买灯的这家老板特别亲切，结账的时候还给我打了个折上折。后来大姐说，因为她闺女跟我差不多大，看我一个女孩自己装修，就想支持一下。回来电工师傅也到了，插座和开关我之前就画好贴在了想要的位置上。虽然是个笨办法，但我是不是还挺聪明的？师傅画好线就开始突了。我知道干活的苦，但这个物理仙境还是把我意外到了。全干完又是晚上了，把师傅送走，再回来简单收拾一下。今天特别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完美主义。这2天师傅在吊顶，把以前房顶的东西都拆下来了，其中就包括这几个脏兮兮的空调口。一开始我只是想把它们洗干净一点，但是洗完之后发现上面有点不仔细看就看不着的小掉漆。如果我现在不解说的话，你们看到的就是我把一个东西又喷成了它原本的颜色，很没必要，也不引人眼球。可背后的故事是，为了买到颜色这么像的喷漆，我跑了很多家店儿。有时候真很膈应这么追求完美的自己，觉得费力不讨好，就喜欢整那没用的洋事儿。但是让我放弃我的标准和要求，好像又做不到。那就安慰自己，注重细节一定会让最后的结果惊艳吧。咧咧了这么多，师傅终于做到了我期待已久的隔墙。硬装的设计都是我自己弄的，但我先不告诉你们全貌，让它一点点的亮相吧。师傅进度飞快，感觉前1秒还在做拱门，下1秒就又起了一堵墙。今天轮到最耗时的了，我要搁这面墙上做个异形。师傅说光画形就得半天工时，我一听那得多少钱呢？于是线是画了，但接下来还是得靠师傅。其实挺想参与的，可惜硬装没啥我能干的活，只能期待软装的时候多做点好玩的了。出去一趟回来，师傅已经收拾东西准备走了，赶紧把提前准备好的红酒拿出来。感谢师傅把我的设计变成了现实。今天准备把要贴砖的地方墙皮铲了，我边干活边跟你们唠啊。这房子是在步行街里，商业区有规定白天不让车进出，所以之前拉材料都是晚上拉。最近接触的工人多了，好几个人都说白天也能进，给管大门的保安买盒好烟或者发个红包就行。反正也是，平时白天街里停那么多车，群里没少投诉。以前我不懂这些事儿，但是现在明白了，我还是不想走后门。我觉得不能因为光图自己方便就去影响别人。我说呢，我到底算不算傻？就比方现在我已经干完活了，
但是为了拉走这堆垃圾，我愣是在没灯的房子里等到了天黑。为了省钱，找的司机只负责拉不负责搬。你们别看就这点儿，其实老沉了，整的可费劲了。完了电梯还跟我作对。虽然不通人情世故可能会让人多吃点苦头，但至少咱守住了自己的规矩。这2天砖都铺完了，铺砖的时候我不在，造的可真脏了。为啥没盯着铺砖呢？因为姨妈造房疼的起不来了。好点了，赶紧来干活。我这墙砖块小缝多，找人清缝的话得100-200，再加上手地砖，没个300-500下不来，还是顶着老腰自己干吧。我从小就是该省省该花花，能自己研究明白的肯定不花钱找人干。但最神奇的是我爸妈都不这样。之前拆吊顶，我问我爸咋拆，他说肯定得找工人呢，自己可弄不了。我一问工人要300块钱，那能行吗？就借了梯子爬上去看看怎么事儿。结果其实特别好拆，1分钱没花，我自己全拆了。地也擦不咱这活干得利不利索。行了，我赶紧回家躺上去了，老腰快断了。呀，自信满满的就开工了。做的时候是感觉颜色浅了点儿，但是在店里看的时候没问题，所以确认了一下胶没拿错就继续做了。也怪我后期没看着，搁那忙着弄墙砖呢。墙砖块小，师傅做的话这一疙瘩的工费都赶上全屋地砖的了。要不是腰不好，地砖咱也自己做，毕竟人工真的很值钱。现在我还搁那美滋儿的接受奉承呢，殊不知最后只有这块没翻车。其实自己做美缝真不难，秘诀就是别要求它干当天就感觉颜色有点丑，师傅说晾干了还能深一深，今天它干了，更丑了。因为不相信自己对颜色的判断能有这么大，然后就到了最折磨人的环节，在小小的缝隙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用小小的刀子挖碎碎的渣，在大大的地砖上面扫呀扫呀扫，用脏脏的扫把扫多多的渣。新胶打上去的时候就感觉这把稳了，今天铲下来果然不错。虽然近看还是有缝，但我们可以选择离远一点儿。因为改美缝油工都延期了，现在完事儿了，赶紧把地膜贴上。之前有宝宝说我墙面的粉色难看，真是冤枉啊！那是石膏板的本色，我还没刷墙呢。最近感觉自己状态越来越好了，好像对什么事儿都更从容了，也能平和地接受各种声音了。虽然改造的过程很慢，但是坚持就一定会有变。以前你要说我的设计像猪圈，那玻璃心早碎了，指不定躲哪儿哭去了。现在反而觉得同一个事儿上，大家有不同的角度和看法，很有趣儿。别人做改造改的是房子，我是在改自己。现在的我就跟这房子一样，还没成为心中美好的样子呢。但是咱正在一点点改。师傅腻子刮的耍耍的，我就搁旁边慢慢刮，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进度就打乱自己的节奏。之前觉得心理问题耽误了我的人生，那是因为在跟别人比。跟自己比的话，作为一个心理病严重到影响正常生活的人，这10年能不靠家人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就已经很牛，而且现在还在勇敢追求想要的生活呢。哎，我咋能这么厉害呢？好了，准备看看目前的成果吧。也不知道现在还像不像猪圈，反正我是打算搁这儿放个床了。最后跟漂亮的背景墙合个影吧。上条刚说完自己要跟自己比，然后我就破防了。因为收到了这样一条私信，我承认你说的此刻无法反驳。在做博主这事儿上，现在的我确实还不如以前的我。可是我真的很想做好现在，也许还没找到价值，但是我会加油的呀。就像想用电钻打磨，连续炫下来3次，也没反应过来开反转，最后吭哧咔哧的一顿手搓给磨完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李雪玲这人可能不聪明，但她一定很努力。而且也没有特别傻，自己气钉枪没到，还知道跟来安墙板的师傅借呢。结果师傅怕我盯手，他全给我盯完了。然后就是美滋儿的刷漆了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明明是粉的，搁视频里看着就灰不拉几。看咱这手艺是不是有点刷子？这回我可会用电钻了，炫你就炫，正炫反炫，炫就完了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谁能想到它原来长这样？此刻的我也许还破破烂烂，但我可以努力缝缝补补。我改造的不是房子，是人生。今天打算改个奶乎乎的沙发，也是住店的第1件家具。沙发是朋友送的，没花钱。他说怕我1年没收入，装修也花不少，能省点是点吧。
当初放弃稳定变现的流量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折腾。因为我觉得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侧重点，要有变化才有进步。或许留在舒适圈是现实，是安全感，是忠于生活的选择，但我偏偏不甘平淡，心中有梦，想做个浪漫的人。所以我不再躲在镜头后面做手工，开始大胆面对镜头，也开始直面逃避了10年的心理问题。你问我没收入会不会焦虑？其实会，再浪漫的人也得一日3餐。但既然我选择了改变自己，那就先专注好眼前，稳住节拍，静待花开。2个月前你们给了我力量，现在我也可以给你们正反馈了，真的特别开心。这是什么神仙双向奔赴我？好了，再做2个圆嘟嘟的靠背。画椭圆这招是跟木工师傅学的，这要是不亲自装修，我哪能学到这个呀？所以说嘛，人生没啥是白干的，可能眼下没有回报，但我相信每一段经历都会成为未来收获的资本。我把想象变成一面白墙，我铲了墙皮，做了美缝，选了调色，钉了柜子。今天终于到最后一步了，看着师傅一点点组装成型，曾经画在纸上的设计也逐渐变得真实了起来。就是这个换鞋凳确实得装饰一下，买了布料，订了海绵，画了草图，打算做几个抱枕。一共没几块布，来回摆弄半天才确定了搭配。像这种异形得提前打板，方形量了尺直接裁就行。甜甜的冰淇淋印花配上同系纯色，做出褶皱肌理，四周再围上奶黄花边，即使是常规的方形也不觉得无聊。双色格子用蒂芙尼蓝缝出花体字母，再配上木耳边，甜美的蕾丝跟心形简直绝配。嫩嫩的奶黄铺上芭比粉蝴蝶，四周用粉色滚边遥相呼应，还特意做了厚度，让整体形态更饱满。这回听你们的建议，都做成了可拆卸的，结果装完才发现它们每个都很好看，但放一起就好难看。别看这个角落不起眼，装饰它也磨叽了好几天，手绘改造的电表箱都能来得及拍视频。只要坚持做，它就一定会实现。今天没有参考，全是原创。照例先构思了草图，再画出尺寸精准的平面图。别看就是挖几个洞的事儿，想做到整体和谐真的不容易。没找到能切异形实木的厂子，这次挑战一下自己切，把图纸1比1打印出来，在木板上描出形状就可以裁了。上回你们都说我搞卫生的时候没广告，至今还没起地基找我，所以咱们这回就搁户外折腾吧。裁好形状之后，再把洞穴和四周都修成圆边。我感觉圆嘟嘟的边儿就是奶油风的灵魂。翻车总是来得猝不及防，本来打算用这样的木方给洞穴围一圈，结果既然做不成弧，那就直接切个圈儿，把切好的圈儿粘上，再把洞穴里面刷上漆，等干了就可以装灯带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研究接线，心里有点忐忑，毕竟我是文科生，而且还是艺术文。接好的灯带全都固定在洞穴上，就可以上背板了，把它钉牢，屏风的样子就出来了。到这一步，我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。做之前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脑海里的画面，但转念一想，即使做不好，无非只是失败这一次。永远不要害怕试错，大胆去发光吧。制成尺寸精准的平面图，细化了每个形状，让它们哪里都不规则，但放一起又很和谐。最后还买了个修边机。板子是我画好图纸电脑切割的，本来还怕用不好修边机，结果特好上手，就这么一刮，圆嘟嘟的边就出来了。可是这不咋收拾啊！收拾完终于能刷漆了，因为组装之后立马不好刷，所以先把内部的隔板刷好，切干就可以组装了。我怕装歪，还加了角码。圆角的做法是跟木工师傅学的，这种不好固定的地方，就先用快干胶粘一下再钉上。填缝是我自己研究的，塞的小木条要留出余量，等固定好了再慢慢修形，这样最后打磨完的形状就会很饱满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最难的不是如何把东西做好，而是如何去表达我做的东西好。今天的文案写了好久，写一段删掉，再写一段再删掉，因为不知道怎么描述我背后的用心。说少了怕没表达清楚，说多了又怕有人喷我做的也没那么好。
不知道今天到底有没有表达出他的好，但是我真的很用心啦。